花开花落自有时，缘去缘来总有因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《翠花的秘密》。程毅和叶草有说有笑走进办公室的时候，我正在和宋恩商讨事情。推门瞬间，他愣在原地。老婆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我往后倚在舒适的老板椅上，似笑非笑地望向这个与我多年夫妻，却在我手术时陪别的女人回老家双宿双飞，还拿出差理由搪塞我的男人。要不是宋恩劝我现在还不是最好的时机，真想两巴掌将他扇离地球，省得浪费空气。这是董事长办公室，程总经理是走错了吗？还是说带董事长时间长了，忘了还有我这号人了？他脸色变得不自然起来，想来这2个月确实飘了，忘记了我的存在。我这不是担心你的身体还没康复吗？想让你多休息。原来他也知道我生病啊，真是拙劣的表演，看得人作呕。1个月前，我躺在病床上，护士再次问：确定没有家属陪同，自己进手术室吗？我收到消息，程毅出轨了。和他拥抱在一起的竟然是我资助多年的女孩，现在应该在工大读大4的叶草，而今天是叶草弟弟结婚的日子。我的老公说要出差，不能陪我手术，实际他们以男女朋友的关系参加婚礼去了。我最终自己签字，躺在了冰冷的手术室。那一刻，在商场有钢铁侠之称的我，眼角有泪水溢出。手术时间真长，能清晰地感觉到肚子被划开，子宫里被割除掉什么，然后针线穿过分裂的伤口，把它们缝合在一起。时间也很短，短到找不到任何一个理由说服我当作什么都没发生，继续维持表面夫妻。钟表一圈圈转着，打了麻药的我却越来越清醒。数年的回忆像是暴风雨侵袭而来，让我身体心里都开始疼痛。这种感觉怎么能一个人独享呢？最终我听从了自己的心，一个有趣的计划慢慢成型。毕竟我不是个软包子，拿我的钱睡我的人，2只养不熟的白眼狼，当然要付出代价了。门口矗立着和领导出差1个月还能够脸色红润，气色比精心养护的我还要好的叶草。我对着宋恩点了头：叶草女士你好，鉴于你日常佩戴穿着皆价格不菲，且除了在本公司实习外，并无任何其他途径收入，我仅代表振翅助学基金会对你骗取助学金和应急款项提出合理怀疑，将提起诉讼，请您知悉。对比宋恩的从容淡定，叶草眼见的慌乱起来，竟然在我眼前用哀哀切切的眼神求助程毅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都不敢相信。一直以来，我认为和自己有些相像，资助培养的他，也会像菟丝花一样依附男人，不能起诉，那会留案底。我不同意。程毅很不负众望地将他护在身后，又一脸义正言辞地指责我：丽珊，他是你亲自资助的，你怎么忍心毁了他呢？你忘了当初建立基金会的意义了吗？不要太自私。我漫不经心地喝着秘书送进来的补气血的汤药，再次对自己当年的眼光嗤之以鼻。怎么就为了好掌控，选择了个这样的蠢货？啪！程毅一巴掌拍在餐桌上：我和你说话呢，你什么态度？我拿起纸巾擦嘴角：你想要我什么态度？振翅资金是我创立管理的，按照规定起诉一个骗取资助的人，你在这里大吼大叫什么？基金会的意义是为想要振翅高飞的贫困山区孩子提供飞翔的力量，不是为了让你们搅在一起做些道德沦丧的勾当。还你不同意？你配吗？用过的纸巾扔进垃圾桶才是最好的归宿。你们不要为我吵架。厉总，你听我解释。面对叶草，其实我的内心波动更大。
处在尔虞我诈的商圈里，有时候难免会被繁华迷了眼睛。他的出身聪慧，抓住一切机会向上攀登的坚韧，像极我小时候。所以我见他第一次就决定资助他，希望他能不那么累地度过青春，平稳地走入社会，用勇气扯开身上的藤藤万万，有一个美好人生。谁能想到14年的资助，换来的是这样的结果呢？比起来背叛的难过，更有种遗憾。宋恩把准备好的一沓照片一一摆开在桌面，是叶草穿着名牌衣服，拿着奢侈品包，出入一处高档小区。当然，叶女士有解释的权利，我们不反对被资助人员自己挣钱享受生活，但在有舒适生活同时还继续拿着救助金，是不是不合适呢？哦，还有，您曾经以家人生病为由，向厉总借了50万，但调查后发现是他弟弟要娶媳妇，缺彩礼钱，这个您也可以一并解释了。叶草紧紧咬着嘴唇，脸上是屈辱的表情，两行清泪慢慢落下。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做？难道被资助的人就不能有隐私吗？但他一番唱念做打，刚还维护他的诚意，却一句话没说。随着照片的散开，他的脸色发白，额头上的汗一滴一滴往外冒。我想他认出来了，这些照片拍摄的地点时间都是他和叶草一同出现的，只不过把他截掉了。叶草还想说什么，被他拦了下来。是他错了，开个条件吧，怎么才能不起诉？你看，生意人就是这样，永远在权衡利弊。他身后的叶草还在纠缠隐私权的时候，他已经判断出我知道他出轨的事情，想将利害降到最低。他以为起诉叶草是虚张声势，警告他才是我最终目的。跟着我学了这么多年，有点脑子，但不多。宋恩告诉他，按照基金会的规定，需要把以往所有的费用10倍退回。价钱一出，他肉眼可见地放松下来，还有心情掏出纸巾为叶草擦眼泪，丝毫不把我放到眼里了。不就是钱吗？丽珊演这么一出，就算计这么点儿吃。我和宋恩对视一眼，将近1000万，是这么点儿。要知道，我们公司一年盈利才8000万了，1/8呀！是我这个董事长格局太小了吗？叶草大概也被他财大气粗的霸总风格迷住了，忘了提醒他价钱。俩人旁若无人的要拉手一起离开。等下，宋恩抱歉地对着满脸，你最好有大事，不然别来烦我的诚意，点头致歉，将一张纸递给叶草。不好意思，叶女士，您被辞退了。您可以凭借这个证明到财务清算工资。此刻，办公室的门已经打开一半，不知道他想到了什么，突然崩溃大哭。厉总，我知道您对我不满，但我是正常流程招聘进入公司的，您这样只凭个人喜好，无故辞退员工，就不怕大家伤心吗？这点小伎俩，我在他这个年龄的时候已经不玩了。睁大眼睛看清楚，上面写的品行不端，附有是工大发来的记大过信函。至于具体原因，要不要在公司公示下呢？宋恩附和的点头，说他这就去办。草，我正想质问怎么骂人呢，原来是叶草晕倒在程毅的怀抱里，他抱了下，没抱起来，开始喊人叫救护车。请原谅我不厚道的笑出了声。丽珊，你最好祈祷叶草没事，不然我们的婚姻也走到尽头了。嗨嗨，程总，提醒您下，请您3天之内将10倍的罚金缴到基金管理处，我们依旧保留对叶草女士的起诉权利。要是每个资助的人都像宋恩这样有能力、有手段，我做梦都要笑醒了。你可真是他的一条好狗，面对程毅的恶言恶语，他也能毫不退缩。忠心狗总比白眼狼要好很多。
这句话影响力还是很大的。程毅不自然地张了几次嘴，没有再说出难听的话。晕倒的叶草握紧了拳头，医护人员说叶草没事，程毅不肯罢休，非要送去医院。在如同一场闹剧的混乱中，我的思绪抽离，如同一个看客。我在想，我们是怎么走到了今天这一步？我和程毅虽然是商业联姻，感情不像别的夫妻那般浓重，但相互扶持多年，情分也是有的。10年前，我是职场新秀，有自己的研究团队和成果，他家是老牌公司，各方面渠道应有尽有。我们一拍即合，共同成立了新的公司，各自持股一半。比起来，我的专业和能力，程毅这个程家唯一继承人的短板太过明显。能力一般，好大喜功，遇事容易上头，情绪不够稳定，这些在商场中几乎都是雷坑，一踩一个准那种。所以程家内部对于我的持股一直存有意见，他们觉得程毅压不住我，公司早晚会被变成我自己的。在用各种办法降低我控股时，程毅求了婚。他说：“丽珊，你放心，有我在，这个公司永远都是你说的算，我愿意跟在你身后。”他是独生子，妻子的身份能堵住了很多人的口，但当时我是拒绝的。无他，作为合伙人，我太知道他的水平了，而且比我小3岁。这些全都不符合我对另一半的设想，而且这些刁难完全在我意料之中，并不算什么过不去的坎儿。我有信心让他们全部闭嘴，直到我加班在实验室晕倒，他第一时间发现，悉心照料，看着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大少爷为我鞍前马后，做饭打扫卫生不假人手时，我必须承认被感动到。年轻所以保留了赤诚，这个优点是不是能弥补其他的不足呢？我们婚后除了总揽事务，对内叫他为人处事，平衡各部门关系；对外，我开始带他跑业务，告诉他如何规避风险，优化合同，让他的总经理位置做得稳稳当当。独当一面，说起来也是业界精英，风风雨雨走了这么多年，一直也算是业内少有的模范夫妻。他对别人身边女伴换来换去的行为嗤之以鼻，眼神坚定地拉着我的手，说要拉一辈子。我现在还记得那天灯火通明，不及他眼中的星光璀璨。不是没有人笑他吃软饭，他总是骄傲地说：“你们不懂小娇夫的快乐。”会把头在肩膀拱来拱去，让我养他一辈子。可就是这样的诚意，在我检查出巧克力囊肿后，根本没有给我身体恢复时间，就出轨了。对象还是我资助了14年的叶草，他们怎么能，又怎么敢？思绪重新回转，救护车的声音已经远去。宋恩担忧地看着我：“珊姐，你脸色很不好，要不要我送你回家休息？”我摆摆手，住院这一段时间，程毅代理公司事务，很多事情需要梳理，哪里走得开呢？那我将具体费用单子给程总发过去。前10年每月2000，上大学后每月4000，再加上次出于对叶草的同情，没有以私人名义借给他钱，而是通过基金打给他的50万，10倍的还回来，小1000万的费用，也怪不得宋恩着急了。希望他们看到这个数字，还能安心的在医院折腾吧。宋恩走后，我在想，家里的钱都在我这里，猜他会从哪里腾出来这笔账呢？我做好了，他用家里的卡，或者从公司拿钱，用左口袋里的钱填补我自己的右口袋。但是没想到，他另辟了蹊径。婆婆来找我时，我已经在座位上一整天没动弹了。她心疼地把带来的饭菜摆好，就知道又忙起来，忘记吃饭了。饭菜都是清淡的，汤是补血的，色香味俱全。你知道了，我手术时
婆婆正和公公因为疑似私生子的事闹得不可开交，就没有打扰她。傻孩子，快吃吧。吃着喝着，婆婆问我是不是公司出了什么事情，为什么程毅从她那里拿了1000万，我这里还有一些，要是需要全拿去。面对婆婆推过来的卡和她和善的笑容里隐藏的担忧，我的眼眶有些酸涩。她是一个柔软的人，却没有遇到良人。这些年被公公在外面的各种事情折磨得面容消瘦，嘴角增添了一丝苦涩。我嫁个程毅前，他对我就很好，曾经说我活成了他想象中的模样。现在我该怎么和他开口？他儿子要钱是为了替别的女人平息事情，他的儿子和她的丈夫一样，背叛了婚姻。在我的沉默中，他似乎明白了，手颤抖着落在我的背上。闺女，对不起，善良的人总会为别人感到抱歉，所以他才会在痛苦中挣扎。男人都是一个样子，你看开些，你放心，只要你不想离婚，那些女人永远进不了程家的门。我和你一起骂他们。不是我不想离婚，而是我要能保证离婚不能损害自己的任何利益。我不需要道德的谴责来证明自己的位置，我要他们受到法律的制裁。这些话肯定不能如实说的。我刚把婆婆哄走后，程毅来了，他应该一直没休息，胡子拉碴的，但却莫名的很亢奋。钱给你，不要再找叶草的麻烦。还有，你可以考虑下离婚的事情了。要多少钱？说个数，直接签好字给我。要不是我知道医院没有瞬间换脸技术，都要怀疑站在我面前耀武扬威的人还是不是那个第一次出去谈业务，紧张的一整晚睡不着觉的人了。离婚，程毅，你确定吗？问出这句话时，桌下的手悄悄地按下了手机录音键。咱们风雨走过这么多年，我以为你只是一时糊涂做错了事情，现在你对我提出离婚，程毅，你的良心呢？他双手撑在桌子上，俯身看着我，曾经盛满深情的桃花眼泛着血丝。我很清醒，比所有的时候都要清醒。我就是要和你离婚，娶叶草。手指甲扎进了肉里，有些疼痛。我听见自己很稳的声音问他，咱们是商业联姻，有婚前财产协议的，一半股份是我的嫁妆，一半是彩礼。离婚后你什么都没有了，你为了叶草一而再再而三地和我争吵，甚至要离婚，值吗？它就那么重要吗？钱钱钱，你脑子里除了钱还有什么？我就是愿意和叶草在一起。他努力上进，有拼搏有干劲，但是从来不会忽略身边的人。对于工作和我，他的第一选择是我。所有的财产我都不要，全留给你，和钱过一辈子吧。他摔门而出，我瘫坐在椅子上，录音的红灯闪烁，所有的事情按照计划在进行。我为什么觉得心有些凉？他求婚时的誓言还在耳边回响，却迫不及待地奔向相反的方向。认识时我就是事业心重的女强人形象，他也曾说，认真忙事业的我闪闪发光。如今不爱了，一切都成了原罪。叶草怀孕了，我将录音发给了宋恩，他点赞我的效率，说有这些让程毅净身出户的胜算很大。然后告诉我这个消息，原来程毅那天的亢奋原因是因为孩子。他是喜欢孩子的，我一直都知道，遇到朋友家的孩子，他总会抱一抱，说要蹭蹭喜气。我也并不排斥生孩子，但天不遂人愿，一直没有怀上。医生说我们身体都没有问题，只是缘分未到。程毅每次听到这样的结果，脸色总会有些不好。现在想来，大概那个孩子是知道他的爸爸妈妈不能白头的，所以才迟迟不肯出现的吧。
在我收拢程毅手里的客户和关系网时，叶草约我见面。今天的他恢复了我印象中的模样，眼睛里有野心的光，而不是在程毅面前恋爱脑的形象。没有多余的寒暄，他直截了当地问我：“你后悔吗？”我有点喝不惯速溶咖啡，低头搅拌着，一口没尝。不知道哪个动作刺激到他，还是很多想法压抑的时间太久。他脸上带着报复的笑容，说话又急又快。他说：“你不后悔是吗？用随手拿出来的一点钱，便可以获得社会的赞扬，像宋恩那样傻子的感恩戴德，还能自我标榜善良。我讨厌你惺惺作态的样子。你如果真的同情我，当年为什么不直接带我离开？你知道每个月等你钱的恐惧吗？我要提心吊胆地担心你会不会忘记，会不会反悔，会不会数目不对，每月反复，每年轮回。但我不能说，会被人骂丧良心。所有人告诉我要感恩，可是这也不是我求你的呀。我好不容易考上大学，家里人直接让我选择你所在的城市，他们怕我飞了，你不再给钱，让我来时时刻刻提醒你。弟弟结婚，他们要钱，说只要拿回去，以后就再也不找我。我信了，可你明明有钱，能直接给我，为什么要经过基金会呢？我了解那边肯定会调查钱的最终用途，那我会被千夫所指的。在我焦头烂额的时候，程毅出现了，他是我唯一可以抓住的机会。只要他愿意，我可以变成你，也做高高在上的施舍者，而不是卑躬屈膝的乞讨人。他对我有多好，你知道吗？你可以拒绝的。他越说越激动，已经接近癫狂。我打断了他。什么？他的眼睛因吃惊瞪得很大，表情有些滑稽。你总在用别人的问题掩盖自己的懦弱。我的资助你可以拒绝，报考大学可以拒绝，你家人的牵扯可以拒绝，程毅的示好可以拒绝，但你都没有。我想我们没有谈下去的必要了。再见。我起身离开座位，被他拽着袖子。我早就想对你说，丽珊，你真虚伪，但这也是我要学的，因为我马上就要成为你。他嘴角上扬，透出一丝得逞的笑容，缓缓跪了下去。厉总，求你不要伤害我的孩子。程毅从店门口快步走过来，将他护在怀里。丽珊，你又要做什么？我将难以入口的咖啡倒在他头上，慢条斯理地对叶草说：“你永远成不了我，因为丽珊不仅仅是程太太，还是她自己，而她从来不依靠男人。”倒完咖啡，我转身离开。丽珊，她在身后叫我，声音里是自己没察觉到的倾慕和欣赏。人呐，都是慕强的，小衣奉承。柔弱依附固然能激起男人的保护欲，但以色侍人能有几时好？自身强大才是王道。那天后，程毅找了几次公事的理由见我，但每次刚想说什么，均会被叶草以身体不适的借口叫走。也幸好他隔三差五总要闹上几次，给了我充足的时间，将公司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，为后面的离婚做足了万全的准备。珊珊，你们要离婚了吧？相比上次见到的婆婆，这次她又憔悴了不少。事情我都知道了，是程毅对不起你，也是我没教好孩子。面对同样拥有不幸福婚姻的他，我实在不忍心说什么。他絮絮叨叨地说着叶草的小聪明，程毅的不负责任。我想起了第一次见叶草的场景，那时我才20岁，还在读研究生，参与导师的项目，挣了人生的第一个100万。拿到钱第一件事，回到了生我养我的地方 C 市的孤儿院。这里多山多水，自然灾害频发。孤儿院里一如既往有许多失去父母的孩子。院长妈妈年纪已经大了，她拉着我的手，泪水晶莹。
你这女娃子，小小年纪，不知道多么辛苦，才搞这么多钱哦，自己留着花。在我的坚持下，她才收下。临出门时，一个小女孩送彩线过来，这个女娃子和你很像哦，家里重男轻女，不管她上学，她只好每天和我们一起做些手工挣学费，成绩也不错的，和你小时候一样聪明。或许是院长妈妈的话触动了我吧，竟然真的将她叫到身前，细细地问了她许多问题。我问她：“你为什么想要读书？”她说：“我要证明女娃娃也可以很有本事。”阳光透过翠嫩的树叶，洒下斑驳的光线。她明亮的大眼睛里是和我如出一辙的野心。我选择资助她，和她拉钩，约定顶峰相见。后来我回国，挣到了钱，建立了振翅基金会，想要帮助更多像叶草、像自己这样渴望更广阔天空的孩子。他也是振翅基金会注册的第一个成员。现在想来，物是人非呀。基金会陆陆续续帮助了很多人。当年曾经那么努力要证明自己比男娃娃强的那个小女孩却变了。婆婆越说越激动，还抹起了眼泪。我正想该怎么劝慰她时，她告诉我，程毅将叶草领进了老宅他们面前。你爸认了他肚子里的孩子，还说要先拖着你，让程毅转移资产和股份。你可要小心点儿。这些在我意料之中，所以从知道叶草的存在后，宋恩便一直在忙碌着。珊珊，你听妈的，最近千万留意，那老流氓招数多着呢，防不胜防。有消息我会偷偷告诉你的。我拥抱了下他。一个自己陷进了婚姻泥潭，却还想帮助别人的女人，希望她知道我要怎么对付她儿子时，不要太伤心。程家的动作很快，几家和公司一直合作很好的客户突然提出终止合约。宋恩一脸愁容地找来：“厉总，是我们的目的被发现了吗？怎么会突然一起发难？”落地窗外的城市灯光霓虹，像一条条舞动的彩带。城市大，居不易。从我22岁带着团队回国时，就已经知道了。当年公司重组时，他们没能减少我的控股，让我在董事长的位置做了这么多年，现在还想用这样的招数，太晚了。证据收集齐全了吗？宋恩点头。我倒了杯红酒给他，自己以水代酒和他碰杯。大戏即将开场，让我们全力以赴。新项目成果发布会如期召开，得到业界的肯定和赞扬。很多投资人和公司找上门要合作，几家毁约的公司更是悔不当初。丽珊呢？我要见她，让我进去。程毅再次忘记敲门地闯进办公室。这次我丝毫没有介意，对于合作8年的人，当然要保留最后一点体面。新项目，我怎么不知道？我到底还是不是这个公司的总经理？你还有没有把我和程家放进眼里？他气势汹汹的，像头发怒的狮子一样，双手支撑着桌子，眼神凶狠地质问我。我将抽屉里准备已久的一份合同放到他眼前，红唇微勾。真是不好意思，你被解雇了。撕碎的合同碎片飘飘摇摇地在我们中间落下，为本来剑拔弩张的气氛增添一份哀伤。曾几何时，我们在这里相互签订了婚前协议，也说过要荣辱与共、风雨同行的誓言。这个公司有程家的一半，你凭什么辞退我？哪里来的权利？哪里来的权利？我指了指门上董事长的牌子，字挺大的，看不到吗？果然眼睛有病。哦，还有，这个公司从今天开始姓厉，和程家没关系了。我们还没离婚呢。丽珊，你太着急了，就不怕程家不放过你吗？天真的富二代呀！新项目一出，我又宣布脱离程家，此刻恐怕他们也自顾不暇了。叮咚，他的手机有邮件进来。
你要先看邮件吗？大概是我起诉你重婚罪的传票吧。程毅的脸色变幻莫测，表情像是被雷击了一样，双手攥紧了拳头，说的话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。好，很好，丽珊，你真是好样的。咱们走着瞧，那就法庭上见。慢走，不送。他的离开像是正式启动战争的开关，双方开始不断的增兵加马，程家动用各种关系，想要在商场狙击我。可惜几年的程太太不是白做的，我也有自己的人脉，结果并没有达到他们的预期。叶草在各个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不是第三者，只是因为程毅看她独身一人，又怀孕，可怜她，所以多照顾她一分，现在却被起诉重婚罪，承受无妄之灾。宋恩念着他发的小作文，冷笑，这真是自己傻，也把别人都当成傻子了。我想起上次见面他的抱怨和不满，问宋恩，你觉得我虚伪吗？资助了你们，但也道德绑架了你们。他诧异地看着我，声音夸张，我的姐呀，你受什么刺激了，还道德绑架我们？你现在是绑架你自己。说着，他像刚认识时候那样，将头侧靠在我肩膀，一起站在落地窗前看夕阳。如果没有你每个月的生活费，我的学业早就中断了，哪里有现在的大律师？我相信很多人都是这样想的，所以我们愿意学业有成的时候，仍然和你在一起。很高兴也能和你一起创造价值，帮助更多的人。至于叶草，生米恩，斗米仇，你呀，就是给他太多了，才让他不知天高地厚，他早晚会后悔的。叶草后悔不后悔，我不知道，但程毅明显后悔了。来找我几次，均被宋恩拦住了，一直到开庭。从车上下来时，他就在不远处抽烟，眼神阴郁。你确定要这么做吗？我没有回答，沿着台阶一步一步地走上去，和手术台上的自己重合。我依然坚定自己的信念，身后的都不值得留恋，背叛的人没有理由获得原谅。由于我方证据充足，庭审还是很顺利的。但当说到叶草明知对方有配偶，仍然与其发生关系，以事实婚姻相处时，他选择了狡辩。他还是用社交平台上的说辞，表示并诚意只是照顾他，走得近些，引起了我的误会，还假惺惺的道歉。你说谎！我正要提供其他证据时，旁观席上的婆婆站了起来。在获得法官允许后，她以我方证人出席。她肚子里怀了程毅的儿子，这是他们亲口说的。我家为了证实，做了亲自鉴定。她更是以我儿媳妇自居，对我改了称呼。妈，程毅不明白婆婆为什么这样做。出轨和重婚罪是有区别的。婆婆的证词直接将他们锤死了。做错事就要学会承担责任。一儿，不要因为丽珊坚强懂事，你就这样欺负她。法庭最后宣判重婚罪成立，程毅被判了9个月的有期徒刑，叶草同样。但由于孕妇，监外执行。从法院出来，有记者闻讯赶来，他们问厉董，众所周知，您和前夫共同管理公司，您现在新项目上市提出离婚，不担心受影响吗？秋天的阳光温和不刺激，蓝天白云之间有鸟在自由地飞行。我看着不远处的婆婆说，在不幸福的婚姻中，受伤最大的是女人，顾虑最多的也是女人。我希望通过自身的例子，告诉那些还在婚姻中挣扎的女人，要学会拿起法律武器，保护自己的权益，不管是财产的纠纷，还是孩子的牵绊，相信法律会给大家一个公正。另外，我在此宣布，振翅基金会开展法律援助项目，助力更多被困在围墙中的人。振翅高飞。宋恩又接手了一个离婚案子，是我前婆婆。哦，
不是林美娜女士的。她的事情经过了多方的扯皮，最后分了程家一半家产。她自己很满意的要去周游世界了。临走前，她来和我告别，整个人一扫曾经的哀愁，焕发出新的活力与光彩。闺女，谢谢你点醒了我。从你身上，我看到了女人独有的倔强和韧劲。以前总觉得陪她从无到有，凭什么成功了让别的人摘桃子？现在想想，就那烂桃，谁爱要谁要？有钱有闲不快乐吗？看得出他是真的想开了。我问他，不管程毅和未出世的大孙子了，他笑得洒脱。傣竹出不了好笋，他跟着他爸随意吧。儿孙自有儿孙福，没有儿孙我享福。宋恩和我一起送他去机场，感叹地说：“果然，什么时候醒悟都不算晚。挣脱束缚那一刻，就是美好的开始。”嗡，飞机起飞，没入云端。这是振翅的声音，是自由的声音。时间转瞬即逝，程毅的儿子出生后不久，他也出狱了。再次见到他，是在一次商业酒会，他成立新的公司，来谈项目，给大家敬酒。而我众星拱月地和几位商业大佬谈笑风生，表示下次有好的机会，一定会叫上他们。看到我时，他眼睛里的恨意毫不遮掩，就那样与我对视着，丝毫没察觉到众人不屑的目光。要给厉总敬酒，就快些，大家可还排着队呢。一位平时交情不错的女老板替我解围，我笑着和她碰杯，自己出轨在前，还用你欠他800万的眼神看你，也就你好心。换做我，早就一杯酒泼他脸上了，不想痛打落水狗罢了。我们笑着结束了不愉快的话题。从酒会出来时，程毅拦住了我的去路。丽珊，你等着，总有你笑不出来的那一天。真是莫名其妙，我还以为他要有什么大动作，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程家多少还有点家底的。特意安排宋恩关注下。3个月后，宋恩告诉我一个消息：叶草把孩子留给了程毅，跑了。程毅的新公司通过各种关系，终于拿到一个项目的竞标资格。在考察团到的前夜，计划和标书被泄露了，最后查出来是叶草做的。对方承诺事成给他200万，200万，他就妥协了。我很惊讶，他生了程家唯一的孙子，应该不会亏待他吧？宋恩一脸的神秘莫测。嘿嘿，我把她嫁给富二代的事情传给了他家里，程家再有钱，也不会一直想贴补无底洞吧？世事轮回，估计程毅也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，竟然从此一蹶不振，整日买酒度日。程父对内要养儿子养孙子，对外要面对商场的明枪暗箭，脑溢血住进了医院，程家彻底被瓜分干净。远在巴黎度假的林美娜女士得知后，除了打了点钱，人都没回来。至此，程家的事情再与我没有半点关系。而叶草去了哪里呢？谁都没想到，她又回了老家，并且嫁人了。那天院长妈妈年龄大了，我带她检查身体，在医院遇到了她。她正和一个男人厮打在一起，那个男人揪着她的头发，打了她一巴掌，大声吼叫：“你不是初婚吗？为什么大夫说你生过孩子？你个贱女人，你才是骗婚！说什么成功商人，就是一个皮包公司。你和我结婚就是为了骗我那200万。”他也不示弱，反身踹向男人小腹，他们打得不可开交，严重影响了其他人员。护士制止也被推倒在地，都别动，我已经报警了。我安排司机暂时将人拉开，等待警察到来。丽珊，叶草认出了我，推开男人向我跑来，司机急忙将我护住，担心他有过激行为。你不是总说我和他像吗？
那为什么我落到现在的田地，他却能一直高高在上？他的头发已经被扯得散开，脸上红肿不堪，说话都不利索了，执拗地逼问院长妈妈。我想让人把他带走，院长妈妈拦住了。她将叶草的头发别到耳后，声音温柔坚定地说：“你们确实很像，但孩子，你没把这份像用到正道上。已识乾坤大，更怜草木青。小山的眼睛这么多年明亮如初，你看看你的眼睛，哪里还有从前的影子？孩子啊，你错了。我错了吗？我错了吗？”他反复念着这句话，然后放声大哭。警察带他走时，他对我鞠了一躬，谢谢，还有对不起。这一刻，我才知道为什么他们都得到了应有的报应，我却仍然不开心。是这世上该再有一个骊山，却没有出现的遗憾；是亲手种下的种子，精心培育的花朵，没有如期而至的失望；是看到一个振翅的雄鹰飞到中途，又被拉回地面的悲哀。愿每一份善意都能被妥善收藏，愿每一双翅膀都能自由翱翔。下面我们来听第二个故事。宋叶已经失踪半个月了，还没有任何消息。吃饭的时候，婆婆恶狠狠地说：“我儿子失踪这么长时间了，你还有心情吃饭？妈，你也吃一点。”宋叶也不想你饿坏身体的。我软糯糯、温顺地回答。婆婆横眉竖眼，语气中充满不满。不知道宋叶娶你干什么？我就说你的命格不好，你也配不上我的儿子。我没有再搭话。婆婆抢下我的碗，重重地往桌子上一放。还吃？去警察局问问有没有消息。你是一点也不担心，我看你就是心野了，就一个不下蛋的鸡。看着婆婆眼睛不是眼睛，鼻子不是鼻子的，我也不想再待在这个家里。拿好外套就出门了，不过没有去警察局，去了公园转了转。10月份，空气中透着一点点凉意，拢了拢衣服，向公园草坪走去。周围到处都是遛狗的人，3、5成群，汪汪汪，一个黑影由远及近冲了过来，是只狼犬。德福，德福，慢一点！一个可爱的女生跟在后面跑。狼犬已经围着我转，开始往我身上蹦的时候，它才气喘吁吁地赶来。德福，你这个偏心的修狗，雅雅姐就养了你几天，你就跟他亲。还轻拍了一下德福的头。等到他缓过一口气，语气充满担忧：“雅雅姐，我陪你走走吧。”“不用，我随便走走。”青青，你带着德福好好玩，他运动量大。我带着浅浅的笑拒绝了他。“雅雅姐，宋老师会没事的，你不要想不开。”看着于青青担心的眼神，我嗯了一声，沿着石子路走。等到周围几乎没有什么人的时候，我才敢缓和表情。宋叶死了，我怎么会想不开？我只会吃得更好，睡得更香，甚至还想大笑几声。只有他死了，我才能解脱，才能自由。在宋叶应该出差回来的那天，我和婆婆一直联系不上她，第2天也没有消息，给学校打了电话，也说联系不上她。最后婆婆报警了，警察查监控，发现宋叶提前2天回来了，但是下了飞机后就不见了，查不到任何踪迹。宋叶最后打的一通电话是给婆婆打的，说她出差了。而关于宋叶为什么会突然回来，又去了哪里，没有一点线索。林女士，你和宋叶几天时间没有打电话联系，是因为什么原因呢？警察总是会先询问身边的亲人，因为他工作的时候不怎么喜欢被打扰。我一般都是等他空闲的时候主动找我。我想你查看我的手机记录的时候就发现了吧，大部分都是丈夫打给我的。他出差的时候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吗？没有，很正常。我给他收拾的衣物，他走的时候
还让我好好在家等他。没想到他就这样失踪了。我摇了摇头，说着说着就哭了出来。警察给我递了纸巾，问了一些基本问题，就说后面想起来什么就及时联系他们。警察第一反应是去了朋友家，最后询问了很多人，都说没有看见，就开始怀疑是不是被绑架了，可一直没有接到绑匪电话。警察怀疑是不是有仇人寻仇。调查发现，宋叶在外的评价很好，对人温和，从不与人交恶，而且下班就回家，从没有在外留宿。这样一个人是不会有仇人的，所以仇杀也是不现实的。我和宋叶对外的感情也是如胶似漆，是很多人羡慕的对象。而宋叶对母亲更是格外孝顺，逢年过节礼品不少，有时间也会带着母亲出去玩。监控里拍下的就是宋叶下地下停车库的画面，其他的监控都没有他的身影。他这个人就这样凭空消失了。走着走着，到了宋叶教书的学校，这让我想起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，一个孤儿，学习成绩不好，长相也不好看，还胖，很容易成为校园暴力的对象。当时的我刚受尽同学的欺负，只能躲在学校角落，像一个受伤的奶猫，独自舔伤。因为没有人可以诉说，没有人可以帮我。需要我帮你做点什么吗？一个温柔的声音从我头顶传来。我像一只受惊的猫，惊恐地看着他，脸上黏黏糊糊，还有点干巴，哭得太久了，眼睛看人比较模糊，可能看我没有说话。他给我递了一包纸，现在的坎是一时的，我想走，他拦住了唯一的出路，只能坐在这里。虽然他没有说话，但我一直提防他。两个人一直坐着，谁都没有开口说话。我的注意力全被他吸引了，忘记了哭泣。当时感觉这个人好奇怪，可我也没有什么可以被骗的，就一直坐在地上没有动，想知道他想做什么。等到他感觉没有意思了，就会离开了吧。他的眼睛一直看着我，不是那种让人不适的目光，是一种，怎么说呢，就像我是世界上独有的珍宝一样。他的眼神是爱惜，直到他的手机响起，感觉是有急事找他。他起身离开了，在走之前跟我说了第3句话：我是新来的老师，宋叶，带高2，有事可以找我。听到他也是老师，我对他印象并不好，因为我们班的老师一直偏向班上的好学生。我跟老师说同学欺负我，只换回一句他们怎么不欺负别人，只欺负你，你要反省一下。第2次遇见宋叶是在学校厕所，我看见班上的几个女生又要把我拦在女厕所时，我心一狠，跑进了男厕所。没想到宋叶在厕所，他一脸惊愕地看着我，裤子还没有穿好。我咬着嘴唇，只是转身没有出去，宁愿被老师骂，也不想被他们羞辱殴打。林雅，听说你跑进男厕所了。外面传来班上男生的声音，班上2个男人进来，嬉笑的要把我拉出去。外面还有好几个女生大声宣传我进男厕所的事，说我不要脸、不检点，是烂货。宋叶出声阻拦，把我护在了身后，语气生冷：你们是哪个班的？欺负同学，我会告诉你们班主任的。2个男生可能看宋叶年轻，有点不信，但也没有再对我拉拉扯扯，但是嘴里还是说着侮辱我的话。没想到就这样的猪也能勾引男人。你是几班的？我联系你们班主任解决这个事。宋叶声音很温柔地问我。林雅，其中一个男生用警告的语气叫了我的名字。老师，不要告诉我们班主任，我们马上就走。2个男生转头就出了厕所。
跟外面的女生们讲述了厕所里面发生的事。她们听了男生的话，说了句没想到他还勾搭上老师了，真是贱呐。凌乱的脚步过后，就恢复了宁静。我小声说了声谢谢，宋叶笑了笑，带着我出去。他问了我很多的问题，虽然我心里抵触，但刚才他帮了我，我都回答了。第二天，班主任就找我谈话了，让我不要麻烦宋老师，有事找他沟通，说我让他丢脸了。我知道这是班主任再次占了好学生的那头。第三次遇见宋叶是在餐厅，我在端菜，我以为他吃完饭就会走，没想到我下班了，他还没有离开。看我走出了门，他跟在了我的身后。我知道他和班主任不一样，但也还是只是当作普通的老师看待。怎么没有去上课？没有质问，就像今天吃了什么一样的平常语气。反正也上不了大学，他没有强行跟我说考大学的重要，只是带着我出去走了一圈，看看周围的招聘广告。最后问了我一句话：这么多招聘信息，你想好自己以后的工作是什么样吗？这一路走来，工资在6000以上的都是本科要求。我想说做服务员也行，进工厂也行，反正不想再看见班上同学。可我没有说出来，因为我知道这不是真心话。读书是穷人的唯一出路，只有读大学才会有好工作，这是我从小到大都知道的一句话。我还是去上学了，本来以为又会受到欺负，没想到宋叶放学会接我。在整个高3的1年，晚自习我是在他办公室学习的，他会耐心地给我讲题，送我补习资料，晚上送我回家。也许是宋叶的原因，或者是高3压力大的原因，他们没有再欺负我。虽然班上同学对我依旧很冷淡，但我没有在意，全心扑在了学习上。到了高3下半学期，班主任对我也有了好脸色。这期间，宋叶会给我带饭、送资料，直到高考结束，我请宋叶吃饭，虽然只是一顿面条，但是我知道，等我有钱了，一定会加倍报答他。真的很感激遇到他，如果没有宋叶、宋老师，我不知道自己现在会在哪里洗碗、端盘子。从小因为我是女生，爸妈对我没有好脸色，他们想要一个男孩，但一直没能怀上，爸爸就打我妈，我妈打我，我只能忍着，这导致我的性子自卑软弱。初中时，父母双亡，我以为自己终于不用挨打受骂了，没想到姑姑会霸占我爸妈的房子和遗产。明明是住在家的我，就像是一个陌生人。高中时，我拿着爸妈的存款出去租房子住了，晚上回去的时候还要锁好门，因为经常会有醉汉敲我的门，我只能瑟瑟发抖地紧盯着门。宋叶真的就像一束光，照亮了我这黑暗的18年。我成年了，是他帮我要回了父母的遗产，让我终于有家可以回了。这次我能考上大学，也是他的功劳。大学生活再也没有遇见像宋叶一样的人，照亮了我生命里的黑暗。他真的是我贫瘠生活中的一朵绚丽的花。大学4年，遇见所有新奇的事，我都会跟他分享，而我也了解了他的喜好。他夸我发型好看，我就会一直留这个发型；他夸我衣服好看，我就会买类似的衣服。他分享的食谱，我都会一一去学，就算再复杂的菜，我也能做出7、8分来。在我室友问我是不是谈恋爱了的时候，我才知道这个行为叫喜欢。当宋叶朋友圈出现别的女生，我会疯狂嫉妒，我只想她成为我一个人的光。大4毕业典礼的时候，我邀请了宋叶，在毕业的日子，我向她告白了。他一如既往的温柔，笑着同意，避免遇见高中同学的尴尬。我们换了城市，我和他同居了，日子甜如蜜。从什么时候变了呢？
拿到结婚证的那一刻，一切都变了。恋爱到结婚很顺利，我以为结婚后的生活也会很美好，可伪装成绵羊的狼，一定会露出锋利的爪子的。回到家，我刚拍了结婚证发朋友圈，看着他把结婚证撕掉了。怎么把它撕了呀？我们又不会离婚，撕掉结婚证，断绝你以后想离婚的念头。宋叶的眼睛很认真，我以为只是一句玩笑话，也就没有在意，认为他和我的心意一样，还笑着抱着他，说着一生一世的诺言。结婚后的日子，他开始潜移默化地约束我，从生活的各个角落。我老婆的香肩只能我看，老婆，想着会有很多人看到你的腰，我都很嫉妒。老婆，外面温度不高，穿短裤会冻着的，这双鞋子会跟配你，再加上这个包，就这样，我每天穿出去的衣服都是裹着严严实实的，不能露肩，不能露腰，不能穿短裤，不能穿凉鞋，这些我都当作他爱我的表现。直到一次聚餐结束，男同事顺路送我回家，宋叶彬彬有礼地跟男同事表达了感谢。回到家，直接把我按到床上，头埋在我的肩上，声音低沉：下次让我接你，不要让你男同事送你。我吃醋了，我很高兴。结婚后，他的情绪外露，对我的喜欢没有遮遮掩掩，坦白地说了出来。后面我再也没有接受男同事送我。宋叶忙的话，我就自己打车回家。新同事入职，老板让我带新人，2个月他就出师了，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了。偶尔遇见棘手的问题，也会来找我。微信里开玩笑说：雅雅姐，但凡你没有结婚，我一定追你。就是这句话。宋叶爆发了，我还在睡梦中，他把我叫醒，指着这个聊天记录问我怎么回事。我当时跟他解释，只是玩笑话。我也回了，就算没有结婚，也是和我丈夫在谈恋爱。宋叶逼着我辞职，我好不容易走到了现在的位置，辞职我是不愿意的。他直接把我锁在了家里，没收了手机，私自给我领导发了辞职信。这是我第一次对他的处理方式不满，而且他还偷着查我手机。我单方面和他冷战，可能看我态度没有丝毫软化，宋叶主动跟我道歉，明里暗里都表示自己吃醋不舒服，天天吹枕边风似的哄着我换工作。对于爱人，我也不想一直这样产生矛盾，我妥协了。可有一就有二，处理工作消息，他会问我对方是男是女，但凡对方只是稍微客气地夸我一句，就能惹宋叶生气，后面的事情就有点不受控制了。宋叶开始限制我和男性交流，被他发现一次，他就会把我锁在卫生间，拉下电闸，一片黑暗中只有我自己的呼吸声、心跳声。我有幽闭恐惧症，这是小时候父母关我时患上的。我哭着求他开灯，害怕得瑟瑟发抖，心理压力到了临界点。在我要彻底崩溃的时候，他要求我换工作，只要我同意，他就会进入卫生间，在黑暗中吻我，用手机灯光带我出去。我会死死地抱住他，既安心又恐惧。工作换了一份又一份，最后他让我辞职在家，我只能同意。在家的时候，我没有穿鞋，他会给我发信息让我穿鞋。玩手机时间过长，他会提醒我放下手机。有人给我打电话，他也会问我是谁打来的电话。如此种种，我知道我被宋叶监视了。屋子里面到处都是监控，包括我们的卧室。他回家会给我买礼物，每天一束鲜花，周围所有人都纷纷羡慕我，说我嫁了一个好丈夫，小夫妻蜜里调油。他也会带我出去见朋友，对于我的喜好，他了如指掌。而所有我入口的东西，都是他给我加的。他的朋友都会说宋叶是一个妻奴，
他也会陪着我去超市买菜，一起挑选需要的东西。谁不说一声他很顾家？可这所有都有一个前提，我不能和男性说过多的话，不然晚上就会被宋叶绑在床上，一夜疯狂，提到了其他人的名字，明星都不行，这会让他直接发疯，使用各种手段和道具，逼着我说羞耻的话。对于我来说，这不是情趣，是折磨。他在一点点毁灭我的希望，将我改造成他的所有物。我也想报警，可他并没有对我造成实质伤害，最终结果只是协调。没想到这段关系居然是我提的离婚。买菜的路上遇到了一只小狗，我很喜欢，把它带回了家。可能一个人还是太无聊了，想要养只动物说话。宋叶看见小狗没有说什么，让我出去再买点萝卜。回来的时候，小狗已经不见了，而它正在厨房煮东西。我进了厨房，看到了一片血迹，手里面的菜掉落在地上。它的笑容让我心寒。雅雅，我不允许任何活物占据你的视线。宋叶是彻彻底底的疯子，他逼着我喝熬好的汤，死活不尝，就强迫我。我跑进厕所疯狂呕吐，什么都吐不出来，只有苦水。这个日子绝对不能这样下去了。我给这段感情做了审判。宋叶，我们离婚吧。宋叶不同意，我就说明天诉讼离婚。他的脸阴沉，半天没有说话。我自己去了隔壁卧室睡觉。早上醒来的时候，发现双手双脚都被捆着。宋叶躺在床边看着我，不是说永不离婚吗？你为什么要反悔？他整整关了我3个月，吃喝拉撒都是他帮我，我没有任何的反抗能力。宋叶这3个月拍了很多视频，我全方位无死角地站在镜头下，拍完还会打开叫我一起欣赏，甚至还上传到了小网站，留了微信号。虽然打了码，但这也让我感到恶心，无比的恶心。很多人加他，展示了什么叫下半身思考的动物，里面全是污秽不堪的内容。宋叶每次聊完还会给我展示，难道你想离婚后嫁给这种男人？雅雅，你只能是我的，我不会允许你喜欢别人的。我没有想到，我生命里最重要的光，拉我进了更深的黑暗。我怀孕了，在这几个月的折磨下，我最不想发生的事情还是来了。宋叶比我想象的更狠心，在我吃完他喂的饭后，不一会儿，肚子撕裂般的疼痛，下体流下温热的液体，染红了睡裙和床单。剧痛让我感觉自己要死在这个床上，最后活生生疼晕在了床上。醒来看见的还是宋叶那双黑曜石般的眼睛，他抚摸着我的脸，语气温柔着说：“你只需要全心全意地爱我一个就可以了。”宋叶是个彻彻底底的疯子，曾经温柔的宋叶，难道只是我的一场梦吗？现在的他，彻彻底底打碎了我关于他一切好的念想。我屈服了。如果不能彻底摆脱宋叶，我将会永远在他编织的网里，丝毫得不到解脱。宋叶治愈了我所有的阴影，然后给我造了更大的阴影。我在睡梦中看到宋叶，都会害怕，害怕他的手，他的脸，他的摄像机，他的所有。历经3个月，我说了无数的我错了，我求你了，但从没有说过不离婚。宋叶，不离婚了，没有人能比你更适合我，这是我决定要摆脱自己心里魔鬼的第一句话。他很高兴，开了瓶红酒庆祝，但依旧没有放了我。回忆往昔，造一个未来的梦，这就是我第2步说的话。果然宋叶动摇了，撒娇加真诚的眼睛以及依赖的动作。第3步，他解开了我的束缚，我和他好像回到了刚在一起的样子，如胶似漆。但我知道并没有，每次出去只要有人看我，心里都会无比紧张，
担心他们是否发现了我就是网站里面的女主，对宋叶的爱意在囚禁中已经消失殆尽了，现在只剩下恨，比我曾经受的霸凌还要痛恨。相比于宋叶，婆婆就正常了很多，她只是讨厌我，因为我不符合她儿媳的标准。最重要的是我没有生孩子，生一个宋家的儿子。因为宋叶的喜欢，婆婆接受了我这个儿媳，但从来没有和我们住在一起，偶尔过来也是催着我们要孩子。宋叶很会哄他妈开心，他们母子二人愉快地聊天，我就是一个背景板。我在等机会，等一个彻底摆脱他的机会。终于等来了，学校派他出差，在外省学习1周。我乘坐公交来到了鳄鱼养殖基地。林小姐又来了呀？鳄鱼养殖基地的工作人员跟我打招呼。是呀，好几天没有过来了，今天没有带吃的。你前段时间带来的2只猪已经够多了，想来玩就跟我们说一声就好了，不用带肉。我先去忙了，你注意安全，不要靠太近。好。看着众多鳄鱼几口就分食完几十斤肉，真是干净啊。回去的路上，去超市买了几瓶果酒，青梅酒的味道还是很不错的。这是于青青让我帮她照顾德福的时候，我们一起喝的酒。是什么时候呢？是宋叶提前回来的那天。我把喝醉了的于青青扶到了我的房间睡觉。又过了半个月，还是没有任何关于宋叶的线索。婆婆整日以泪洗面了，有点疯了的迹象。林雅，是不是你把我儿子藏起来了？你行行好，把他放出来。婆婆就差跪在我的面前了。我扶着婆婆，她死死抓着我的手臂。妈，我知道你难过，我陪你出去走走。我只想我儿子回来。婆婆哭得几乎晕厥，又癫狂地喊着：林雅，是你害死了我的孩子，我要你偿命！婆婆掐住我的脖子，喉咙感受到压力，喘不上来气。我手掌击打了她的太阳穴，扼住的手才松开，但婆婆也是直接晕倒在了地上。我瘫坐在地上，想着当初我被囚禁时，婆婆只是说了句活该，还劝说宋叶早日跟我离婚，重新找一个家境好一点，配得上她的媳妇。宋叶并没有应声，拉着婆婆出去吃饭了。趁宋叶出去打电话的时候，我求着婆婆放了我，她没有搭理我，反而把门锁得更紧了。咚咚咚的敲门声响起，我过去看门是警察，他看着我带着指印的脖子。林女士，我有点情况想，你的脖子是怎么回事？我浅笑着说。婆婆太想宋叶了，认为是我把她藏起来了。如果不是你敲门，我可能死在这里了。还咳嗽了几声，正好你来了，帮我把她送医院。婆婆还躺在地上，警察只能带着我和婆婆去医院。医生说没有什么问题，就是最近压力太大了，精神状态不好，刚好打在了头部，所以直接昏睡了过去。好好睡一觉就好了。警察在医院走廊问了我几个问题。林小姐，我们发现你在1个半月前去买了2头猪，请问是养在哪里的？厂房。因为宋叶注重健康，所以我想养猪，这样吃肉也更安心一点。没想因为我经验不足，2只猪病死了。可以带我去看一下吗？可以，不过因为是病死了，所以我很快就处理了。怎么处理的？附近不是有一个鳄鱼场吗？我问过他们，病死的猪，鳄鱼吃了没事。警察听见我的话，只是稍微愣了一下，就恢复了正常。我带着他们去了厂房，这是宋叶当时买的，想要用来改造成花房。因为我喜欢玫瑰，想要一个属于自己的花房。我无数次的提及，他就买下了这个空置了很久的厂房。随着钥匙扭动，咔咔的声音响起，厂房一打开，
空气中伴着一股恶臭味，有血的味道，还有屎臭味，地面还有一点水渍，墙面上有干涸的血迹，一个大木板呈暗红色，真像案发现场啊！警察拿着试剂开始检测，大片的卢米诺反应像星空一样。这个案子一直到婆婆彻底疯了，都没有破下来，因为厂房里面检测出来的是猪血，他们怀疑是我，可没有证据，我有不在场证明。最主要的是没有宋叶的尸体，他们找不到任何线索。我在精神病院去看婆婆，她见到我就会大喊大叫：“你这个杀了我儿子的凶手！”医生也只是歉意地看着我，跟我说婆婆的状态一直不好，自说自话，只有遇见我才会有这么大的情绪波动，估计好不了了。我像是一个尽职尽责的儿媳，让医生用好的药品，多贵都可以。医生果然也如同我想象的一样，安排了花花绿绿的药片一堆。回到家里，看着抽屉里面的安眠药，已经吃了一大半，剩下的不多了，将这些全部倒掉，冲进了下水道。后面再也不需要这个安眠药了。每天婆婆喝的牛奶里面都会有一片安眠药，在她睡熟的时候，我会一直在她耳边念叨：“林雅杀了我的儿子，林雅杀了我的儿子，林雅杀了我的儿子。”坚持半个月，她就会慢慢相信自己大脑里面的话。每天我也会在电视上播放找人新闻，以及各种被虐杀的视频，带着婆婆一起看，想要送一个人进精神病院，除了让她相信一个编造的事实，还要让她有危害性。当她对我动手的那天，我知道这个事情成了。想要一个人产生邪恶念头，最好的办法就是耳濡目染，长时间的播放暴力画面，或多或少都会影响到看到的人，然后在恰当的时间激怒他。宋叶不回来了，我们两个人也挺好的。宋叶是不是被人囚禁了，像关我一样被人关着了？他会不会死无全尸了？每次我这些话都能让婆婆暴怒，说得多了，她就会想，只有我最恨她，想要杀她的只有我。自然而然，我在给她灌输思想，她也在给自己洗脑，可能连细节都想到了。有了第一次暴力伤我的事件，一定会有第二次、第三次，只需要在医院留下几次记录，我就顺利地把她送进了精神病院进行治疗。这个家就这样只有我一个人居住了。宋叶为什么会提前回来？自然是他不想我做什么，我就偏做给他看。一张手机卡总能买到，再买一个二手手机也不是很难，只需要提前录好男性要说的话，就可以制造一个聊天通话，还是关于私奔的。我的手机里面有监听器，所以这段对话我能确定宋叶一定会听，因为这是他出差这几天我的第一个电话，必须要让他提前回来，这样我才有处理的时间，打一个时间差。接着就是确定他具体回来的时间，查了可以直接飞回来的机票。我打了黑车的电话，告诉他时间，让他在机场等人，直接要到这个厂房的人。私奔的地点定在了厂房旁边的一间小屋，门口安了监控。宋叶只要到了门口，按下门把手，他就会被电晕。黑车司机更保险一点，出租车司机虽然也可以，但会被查到地址。虽然厂房没有监控，他们很难找到证据，但总要保险一点。对这个小区的监控，我了如指掌。经过详细的计划，我穿着外卖服，开着租借的车去了厂房，后面就很顺利了。在厂房里杀掉，把肉剔出来剁碎喂猪，骨头敲碎了。本来计划混着猪肉一起去喂鳄鱼，可于青青让我帮他养几天狗，我就把骨头让他啃了，一些骨头扔给了野狗。厂子里面的血迹我都清洗过了，再用漂白剂清洗了一遍，仔仔细细的，
连角落都没有放过。饿了几天的猪，吃起来很快，2天就把碎肉吃完了。等着猪把肉消化的差不多了，我再给2只猪吃食里下了药。病死后，请杀猪的人来，杀猪的血我不需要仔细清理，只需要简简单单的清洗一遍。毕竟杀了猪却没有血迹，谁也不会信吧。宋叶的衣物被烧掉了，他的随身物品卡直接扔到了河里，身份证件全部烧毁，其他物品丢在了垃圾桶里，等着被别人捡走。而我办的卡和手机也是随便放到了公交车的角落里，等着被别人捡走。把猪杀了，让鳄鱼吃完的那一刻，我就彻底解脱了，重新回了职场，再也没有人能限制我了。我就是深渊，没有人能再将我拉下去了。我还记得，当时厂房里的宋叶醒过来了，看见我的时候，并没有害怕，只是说了一句：“我将永远存在你心里。”他做到了，我不再会接受任何人。宋叶番外，对于感情，我从来都不相信，执着于任何情感的人都是蠢货。所有的情感都可以伪装出来，就像我爸，他在我妈面前是一个好丈夫，在我面前是一个好爸爸，在外人面前是一个好相处的人。如果不是我提前回家，看到了他和几个女人的混乱场面，或许我也会相信父母爱情吧。他并没有因为我的撞破而尴尬，反而想要邀请我加入他们。自从这次之后，我仿佛看破了他的伪装。邻居家的狗很吵，他可以当着主人的面温温柔柔地夸狗听话好看，背后又偷偷下药，骂狗叫得难听。对于我那一心爱着他的妈，他表现得像是一个热恋中的男人，在我妈不在的情况下，又会诋毁她，弄乱她的心血。而我，他人前夸我，其他人不在，就会否决我的一切，认为我不如他，像个榆木。对他的朋友，也可以做到明面让利，背地里使绊子，然后又帮助的戏码。就这样的一个人，死得很快。在我高中的时候，车爆炸了，直接成了一块焦炭，不知道是意外还是他杀，但总归是没了。而我妈一直念叨着我爸，事事要求我做得比我那个2面3刀的老爸好。我发现想要一个人喜欢你，很简单，稍稍顺着他，展示你的无害，你就可以获得好感。所以，我想我成为了我父亲的翻版。研究生一毕业，对于成年人的恶意，我更想看看孩子们与生俱来的恶念。我成为了一个高中老师，没想到刚到这个学校，就见到了一个受欺负的兔子。待了一段时间，发现这些学生的恶意太明显了，并没有让我感受到有趣。而我遇见的那只兔子，因为几句话就相信我，更显得愚蠢了。可他愚蠢又清澈的眼神里写满信任。我想我找到新的乐趣，现实版养成游戏，一切都如同我预期的一样。我和自己养成的宠物在一起了。我想他就和我妈一样，那么相信感情。不对，他和我妈是不一样的，毕竟是我带出来的，是有些聪明的。他很会处理各种关系，学东西也很快。在我发现自己的注意力很多的时候都在他身上的时候，就知道自己也成了愚蠢的那类人。我怎么可能让感情牵着我走？既然确定了喜欢上了林雅，那他就逃不出去了。我不会给他背叛我的机会。他用怨恨的眼神看着我的时候，就知道他不爱我了。既然不爱我，那就让他不再爱上任何人。我出差的几天，知道他肯定会想办法逃跑，没想到他想要和别的男人私奔。当我下了飞机，听见司机在问去不去丰阳场，我突然明白了，这是林雅设的计，他希望我去这个地方。对于一个白兔突然想要做狼，我还是很感兴趣的。到了地方，听见一个房子里面传来说话的声音，是林雅的声音。
我到了门口，压下门把手，一阵电流传过来，浑身战栗，瞬间就失去了意识。醒过来的时候，发现被捆住了。小白兔终于要反击了。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。过去终将会过去，但故事已然成故事。您的点赞和订阅就是我更新的动力，期待您给出任何建议。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。